甲醛大户被揪出3种蔬菜含甲醛，有毒还致癌。告诉你真相。老宋今年61岁，这天他买了一些娃娃菜，满心欢喜的准备做一锅素食火锅。回到家刚打开手机，却看到一个通知写着甲醛大户曝光，有些蔬菜含毒致癌。老宋吓得菜也不敢洗，连忙给儿子打电话。娃娃菜都不能吃了，到底真的假的？儿子忙着上班，没时间细说，只回了句爸，别信网上的传言，买回来该洗就洗，煮熟了吃就行。可老宋还是半信半疑，心想这些菜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真像网上说的那样全是甲醛泡过的吗？万一这些蔬菜含的甲醛真会致癌，我们还能吃得放心吗？甲醛到底从何而来？关于甲醛的传言总让人感到不安，它一度被贴上致癌物的标签，更是让不少人对日常生活中的食材心生恐惧。尤其是当很多常见食物被扣上甲醛大户的帽子时，更是让人们谈之色变。那么，这些传言的真相到底如何？甲醛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化合物，它不仅存在于工业中，也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很多人不知道，甲醛其实并不总是人为添加的产物，而是自然界的老熟人。在植物、动物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少量甲醛。比如一些蔬菜在存放时呼吸作用旺盛，便会释放微量甲醛。即便是没有经过人为处理的食材，也可能因为这种自然代谢的原因含有极少量甲醛。而这些甲醛的含量通常非常低，对人体健康几乎没有威胁。就算是所谓的甲醛大户娃娃菜、金针菇，也不过是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由于保鲜条件等问题，导致代谢释放了一点甲醛罢了。这种天然存在的甲醛浓度远低于食品安全标准。换句话说，你每天呼吸空气中吸入的甲醛，可能比吃一顿蔬菜摄入的甲醛还多。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网络上会流传商家给这些食材加甲醛的说法？这和甲醛的特殊性质有关，甲醛确实有防腐的效果，能够延长食材的保鲜时间。但这些行为早已被明令禁止，而且甲醛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很容易被察觉，一旦被发现便是违法行为，后果严重。毕竟，没有人会冒着触犯法规和失去顾客信任的风险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甲醛并不是一个洪水猛兽，也并非所有蔬菜里都有高量甲醛。那些甲醛大户的传言，更多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过度焦虑所产生的误解。正确认识甲醛的来源，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掉入谣言的陷阱。与其担心食物里的甲醛，不如踏实做好清洗、煮熟这些日常细节，既简单又省心。3种甲醛大户的蔬菜。这些年，一提到甲醛，娃娃菜、金针菇、豆腐这3种食材总是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甲醛相关传言中的常驻选手。它们为何会被盯上？娃娃菜被列入名单，主要是因为它娇嫩易损。娃娃菜的叶片薄，稍不注意就容易腐烂。运输中若碰到温度不对或者储存时间过长，很可能就会出现发黄或变质的情况。正因如此，有人猜测商家会用甲醛溶液喷洒娃娃菜来延长保鲜期。但实际上，甲醛本身有一种极强的刺激性气味，用它来处理娃娃菜不仅效果有限，还会让买菜的人一眼识破。金针菇的背锅经历也类似，作为菌类食材，金针菇的储存难度不小，温度稍高就容易发黏或腐败。很多人误以为金针菇雪白光滑的外观是人工甲醛美容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外观主要是金针菇品种和栽培技术的结果。在无土栽培的环境中，金针菇从生长到采摘都有严格控制。至于所谓的甲醛处理，同样因为容易被察觉，反而成为不法商贩不敢轻易尝试的选择。豆腐的上榜原因则更容易引发误会。豆腐作为水分含量极高的食品，本身就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过去曾有一些商贩为防止豆腐发酸发臭，偷偷使用甲醛水溶液浸泡豆腐。这一违法行为让很多人对豆腐产生了固定的甲醛联想。不过，现在大多数市场和超市的豆腐生产流程更加规范，经过严格的卫生检测，正规渠道的豆腐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甲醛添加。这3种食材之所以成为传言的目标，核心原因还在于它们的特性和大众的消费习惯。娃娃菜、金针菇、
豆腐都以鲜为卖点，消费者对它们的外观要求高。每一次传言的出现，都提醒我们需要更加科学地看待食品安全问题。与其被夸大的恐慌所困扰，不如多关注食品的来源和处理方式，用简单的方法确保饮食安全。3. 如何科学看待甲醛食物？提到甲醛，很多人脑子里立刻冒出致癌、有毒这些词，在听到蔬菜里有甲醛，难免会产生恐慌。不过，科学讲究事实和逻辑，天然存在的甲醛并不意味着危险。我们需要分清甲醛的来源和对人体的真实影响，才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甲醛是一种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植物、动物甚至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都会自然产生少量甲醛。比如，许多蔬菜在储存或呼吸过程中会释放甲醛，甚至空气中也含有一定量的甲醛。这些来源的甲醛并非人为添加，而是环境和生物活动的正常现象。这就好比盐分或者糖分，适量的存在是无害的。说到甲醛和健康的关系，最关键的因素是剂量，日常饮食中接触到的微量甲醛，其实远低于对人体有害的水平。国家对食品中甲醛的安全限量有明确规定，而正规渠道售卖的蔬菜和食物，甲醛含量通常都符合标准，即便自然代谢产生的甲醛，也在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即使吃了含有天然甲醛的蔬菜，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网络上一些关于甲醛的传言常常混淆视听，把天然存在的微量甲醛和非法添加的高浓度甲醛混为一谈。非法添加甲醛的行为确实存在，但属于极少数不法商贩的违法行为。添加的目的通常是延长食物保鲜时间，但这种行为早已被禁止，并且很容易被检测出来。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判断食物是否安全。天然的微量甲醛几乎不可能被察觉，而非法添加的甲醛往往会带有强烈的刺鼻气味，这种刺激性味道很容易让人起疑。了解了这些背景后，就能明白甲醛食物并不像传言中那样可怕。大多数情况下，天然存在的微量甲醛完全无害，人们不需要为此担忧。4. 如何避开甲醛蔬菜？甲醛这个词总能引起关注，尤其是和食物挂上钩时，简直让人无法淡定。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都是天然存在的微量甲醛，但确实也不能排除少数不法商贩非法使用甲醛来处理蔬菜的可能性。为了让自己吃得更安心，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避开甲醛蔬菜的方法很有必要。购买时选择正规渠道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大型超市、品牌蔬菜店的食材供应链更有保障，每批蔬菜都会经过严格的检测。相比之下，路边摊或者一些没有资质的小市场，虽然价格可能便宜，但食材质量参差不齐，来源难以追溯。如果真的想买到安全的蔬菜，认准可信渠道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观察蔬菜的外观和气味也是一种好办法。非法添加甲醛的蔬菜通常为了显得新鲜，可能过于光滑、鲜亮，甚至叶子脉络都看不到。同时，由于甲醛有很强的刺鼻气味，用它处理过的蔬菜可能会有不自然的刺激性气味。如果闻到蔬菜散发出明显的异味，甚至有点刺眼流泪，那就要格外小心，建议不要购买。买回来的蔬菜在处理时多花点心思，也能有效避免可能存在的甲醛残留。甲醛易溶于水，所以在清洗蔬菜时尽量多冲洗几遍。此外，高温烹饪也能帮助挥发和分解残留的甲醛，无论是炒菜、炖煮还是蒸煮，温度升高都会进一步降低风险。用这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基本上可以把可能的危害降到最低。要想远离甲醛蔬菜，还要对网络传言保持理性态度。不少关于甲醛的言论本身就存在夸大甚至扭曲的成分，只要懂得辨别，就不会轻易被恐慌情绪带跑偏。通过这些方法，无论是挑选蔬菜、处理食材，还是建立正确的食品安全观，都能让我们远离甲醛蔬菜的困扰，真正吃得健康放心。结语：关于甲醛大户这一传言，背后既有对食品安全的真实关注，也有部分过度渲染和误导成分。甲醛天然存在于自然界中，许多植物、动物的新陈代谢都会产生微量甲醛，这种甲醛含量远低于对人体有害的标准。
蔬菜中天然代谢的甲醛对人体健康几乎没有威胁，而非法添加甲醛则是少数违法行为，不仅被明令禁止，还容易被消费者识别和追查。娃娃菜、金针菇、豆腐频繁中枪，更多是因为它们的特性容易引发误解。这些食材娇嫩易腐，不法商贩过去确实有违规添加甲醛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现代严格监管下已很少见。正规渠道购买的蔬菜大多安全，消费者无需因个别钻研而草木皆兵。与其被谣言裹挟，不如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理性看待日常饮食中的安全问题。